印度是個強姦大國，每15分鐘就有一名女性被強姦。每當我們看到新聞報道有關強姦的案子，你會想起誰？印度對吧？對，就是印度，沒有之一。他果然每次都沒有讓我們失望。每15分鐘就有一個女生被強姦。就在你看我視頻時候，在印度又有一起發生了。一年平均發生2至3萬起強姦案，這只是報關的數據哦，還有更多未報關的案子，可能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起。就連印度警方也承認，高達80至95% 的受害者是不會舉報的，因為他們怕被社會歧視，用異樣的眼光來看待他們。而且很多時候，這些強姦犯是他們自己的熟人，甚至是自己的親戚的。當然，就算他们去報警，也不見得有效。印度警察的教育水平並不高，很多警察对于女權或強姦案子的敏感性較低，覺得這是一件沒什麼大不了的案子。有些警察在面對受害者時，甚至要求受害者嫁給強姦犯，從而平息事件。更令人髮指的是，在印度還曾經發生過受害者到警察報案，再一次被警察強暴的恐怖事件。當然，這種民族習性不只是針對他們的同族而已，還包括異類。有很多其他國家的女性到印度旅遊，也被拖入後巷強姦或性侵犯。如果在看這視頻的你是名女性，而近期有打算到印度打卡的話，這裡就該給你幾個建議了。當你步入這個神奇的國度時，你或許已經被盯上。從機場的工作人員到載送你去酒店的司機，都可能成為你的主人。你可能會被要求和他們合照等等。這時請注意你自己的言行舉止和肢體動作，切勿發送任何的錯誤訊號，比如給他一個特別的微笑或拍對方的肩膀等，這可能讓對方解讀為你對他有好感。那接下來的事情就不要怪他了，是你情我願的。你要知道，印度人的表達能力是非一般的，光是在 yes or no 的事情上都已經讓人頭疼了的。不要就是要的意思，哈哈。還有，我知道你的身材很好，想到印度恒河穿比基尼游泳拍照等，但印度這個地方確實不適合你那麼暴露，不然可能連印度總理莫迪都保不住你啊。你可能覺得啊，那我帶多幾個男生一起去不就得了，他們會保護我。我想跟你說，那是沒用的。從報關上的案件來看，有很多都是男同伴被打暈，而女同伴被強姦的。因為印度人通常不是單獨行事，而是結群犯案，所以人姦才會在印度那麼的普遍。人家兄弟齊心嘛，有福同享嘛，沒有錯的。所以啊，我尼克就給你個建議，盡量不要穿寬鬆的衣服，盡量不要露你的曲線。雖然我知道你的身材很好，不露就白練了，對吧？我練得那麼辛苦，哎呦！不過為了你的安全，我真的不建議。如果你能扮成男人，那是最好。但我發現這裡的男人也不安全。曾經被曝光過，有一名長得蠻帥的男網紅被4位所謂的粉絲所人姦。天哪，我聽到自己都怕，那麼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尼克斯，一個專注於提供國際知識的頻道。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話，現在是時候去訂閱啦，我會每周更新喲。上一期我們已經談到了關於日本 AV 的秘密，如果你還沒有看到啊，請按下面的鏈接去看唄。現在我們就來談談關於印度的強姦案唄。印度在你的印象中是個什麼樣的國度呢？髒、黑、很厲害表演雜技，還是？印度可是全球第2的人口大國，僅次於中國，在經濟上排在全球第5，由超過100多個民族組成的，是全球生產最多香蕉和芒果的國家。在古代，印度也被稱作天竺，也就是唐三藏要取經的地方。照理來說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這條戒律應該要在印度被發揚光大才對。怎麼會搞成現在這個樣子呢？現在你所知道的孟加拉和巴基斯坦這2個國家，過去也曾經是印度的一部分。可見這個國家不一般呀！像一個這麼偉大的國家，為什麼會一直發生強姦案呢？其實啊，原因有以下這幾個。第一個就是種姓制度，這是一套把國民分為幾個等級的系統，而且是生生世世無法擺脫的那種，一出生就注定你在什麼階層了。印度種姓制度已經有1000年歷史，所延伸出來的社會問題不在少數，包括我們今天所討論的強姦案，尤其是在農村地區，這個問題就更加嚴重了。第一種姓的人，也就是賤民，總是認為自己上輩子肯定做了什麼鳥事，這輩子是注定來人間受罪的，只希望死後能進入恆河重生，所以他們被高種姓，也就是高貴的人毆打強姦，是他們該受的。高種姓壓迫低種姓，不僅在工作、婚姻、生活上，同時也反映在婦女安全上。低種姓者，特別是賤民，經常不被當成人來對待，被人當作是玩物，尤其是在落後的農村地區，因為這種生來不平等的理念，
讓很多受害婦女及其家庭堅持息事寧人，不要小題大做。一來是擔心社會的輿論和眼光，二來是对印度的警察和司法体制沒有信心，三來還可能引起更多高種姓的人對其施暴。這也就是為什麼只有10到15% 的案件被曝光，實際的情況更加嚴重在印度。第二就是男尊女卑，男女平等放在這個國度根本就是個笑話，別發夢了。傳統上印度人喜歡要兒子，因此每年有大批女嬰被墮胎，他們通過向醫生行賄讓他們透露這個胎兒的性別，所以就選擇性地墮胎，導致印度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衡。根據2020年的數據，印度男性國民占比 51.96%， 而女性只有 48.04%。 別看只差了那區區的 4%， 印度可是個10幾億人口的大國啊，看上去的那麼一點點的差距就相當於少了一個韓國的人口。女性的數量比男性少了5500萬人，這差距實在太可怕了，比中國還要嚴重。你可以理解為這5500萬人找不到配偶就要開始強姦了，畢竟人是有性慾的嘛，而且還生活在這麼一個泛重的國度。印度農村的高生育率和印度國家的財富再分配機制失靈，讓印度的貧富差距日益凸顯。根據瑞士信貸銀行最新的報告，在印度前 1% 最富有的人就擁有了印度一半以上的財富，前 10% 最富有的人就擁有了全國 76.3% 的財富，全國一半以上的窮人僅擁有全國財富的 4.1%， 這差距誇張吧？而生活在貧民窟的人口就達6500萬人，相當於一個法國的人口，其中女性又佔了3100萬人，相當於整個馬來西亞的人口。貧民窟裡的人多數身無分文，隨便找個空地放下家當，隨意搭起帆布、帳篷或瓦礫矮房就可以開始生活了。這些簡陋的住宿，很多時候只用一塊布或一個板子當作門。這樣情況下，這些次貧家庭的女性的安全處境就太過脆弱了，所以貧民窟是個案發的熱點地區。再來就是缺乏廁所，對，你沒有聽錯，對你來說，廁所或許是個隨手可得的設施，隨便去個學校、公園、商場都可以使用到廁所。在印度，這可算是個奢侈品啊！人均可分得的廁所可是少之又少，只有有錢人才有能力擁有自己的廁所。印度如今還有約 7.32 億人無廁所可用。作為全球最大的戶外解手國，這隨地大小便的陋習，就連一些落後的非洲國家也趕不上呀。印度的另一個標籤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廁所。如果這些印度人排成一條龍的話，可以繞地球整整4圈，而每日印度的露天排放量就可以塞滿16架波音飛機。無論是在城市還是農村、馬路邊、鐵道旁、沙灘上，都能看到印度人在神情自若地隨地排泄。就連世界7大奇蹟之一的印度泰姬陵，它的隔壁也堆滿了人類與動物的糞便，還有很多垃圾，吸引着各種各樣的昆蟲在此定居。這可是世界級的打卡聖地啊！都這樣，可見印度非一般呀。然而，女人始終沒有男人豪放，少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小便。她們一般只會選在日出之前或日之後，悄悄地躲在隱蔽的地方解決。除了容易遭到蛇蟲咬傷，也增加了她們受侵犯的風險。為了安全，婦女一般都會在圈裡搞個尿盆聯合會，專注於女性結伴解手。但人總有三急，總有女人憋不到集體行動，而絕大多數的強姦案就發生在這些單獨去解手的婦女身上。2012年，印度就有一項調查顯示，10名女性婦女中有9名說自己在戶外解手時遭遇過騷擾，1/3的女性表示自己遭受過襲擊。就算有時間一起結伴去解手，都未必奏效。就在2014年就發生過，在印度的北方邦就有一對姐妹，就在一起解手時不幸遭到輪姦，然後就一起被吊死在樹上。這只是一起比較轟動被曝光的案件，那還沒曝光的呢，就更多了。我們已經處於21世紀了，但依然還有很多印度婦女必須在露天的情況下上廁所，這毫無尊嚴可言。而也有很多人選擇等到夜幕降臨時才去上廁所，以防被人看到，但每次上廁所都需要與死神搏鬥，如臨大敵。再來就是印度司法制度的失敗。印度的警察制度和司法體系乃繼承英國殖民時期的許多規定，這些規定早已過時。就拿2012年的新德里巴士強姦案為例，在這件事情上，當受傷女生被拋出車外，受傷嚴重躺在地上時，而到場的警方第一件做的事情不是把傷者送到醫院並逮捕強姦犯，而是第一時間釐清這個案件是屬於哪一個轄區所管轄，是哪一個警區該對這起事件負責。
這樣僵化的系統使得許多強姦案被拖延，最終失去了救治受害者和逮捕強姦犯的黃金時間，也因為爭論辖區問題而導致很多案件不了了之。因此，印度婦女缺乏警隊的穩固保護。印度的司法系統向來以緩慢、低效著稱。以這個案件為例，直至2017年才得到審結，這還是在所謂的高速法庭中審理。所以，印度司法系統的低效可見一斑呀。印度強姦案的定罪率只有大概1/4，所以依賴司法伸張正義幾乎是奢求。當然，印度政府也不是盲的，看到這種局面也不可能不無所動，所以就給了幾個政策和建議。但這些政策和建議不是針對強姦犯了，反而損害了女性的權利。比如，就禁止女性在海灘穿比基尼，因為這會增加強暴率的發生。也有些政治人物反而勸女性晚上不要出門，這樣就不會被強姦了。甚至有人建議女性不要穿牛仔褲，因為那樣線條太過明顯了，等於是誘惑男人來強姦自己呀。所以現在你是不是覺得很慶幸自己不是生在印度這個國度？但如果你出生在印度的高種姓家族，那你或許可以是個惡霸，而不會受到法律制裁那種，可以為所欲為。好，我今天就分享到這，歡迎你們訂閱、按讚及分享，我會每周更新喲。如果你有什麼想法，歡迎在下面給我留言，讓我們一起交流吧。如果你想看類似的內容，其實我之前做了一個關於日本 AV 的秘密，反應還不錯，你可以去到我的頻道找這個視頻。如果發現那個視頻字幕無法自動打開，請在視頻的下方按 CC，字幕就會打開了的。OK， 好，我是 Nicholas， 拜拜，我們下期見。